Here's Johnny。北约下场参与俄烏戰爭，這話不是火力軍說的，是炸毛的普丁說的。過去2年多，歐美給烏克蘭立過一個死規矩，武器只能打防衛戰，絕對不准碰俄羅斯後方。但幾天前，沃羅涅日式的一聲巨響，把這個規則炸得粉碎。烏克蘭直接動用英國援助的風暴陰影逆蹤巡弋飛彈，一口氣越過邊境，精準砸爛了俄羅斯的後方的一家核心半導體制造廠。有的觀眾會奇怪，俄羅斯後方的也被炸過，怎麼這次普丁的措辭這麼嚴重？俄外長拉夫洛夫甚至重申，通知北約離開基輔，否則將不保證人員安全。炸兵工廠也不是第一次了，為什麼這次普丁反應那麼大？今天火力軍帶大家一起來看看，這次襲擊究竟是否意味着北約準備親自下場，給瀕危的俄羅斯來上最後一擊？普丁的反應會不會進行斬首行動或者解鎖核武？影片的開始，火力軍先就普丁和拉夫洛夫的警告溫馨提醒一下：俄羅斯現在兵敗如山倒，這種時候結合最近烏克蘭的種種成績，普丁真的有可能做出應激的舉動，進行一些極端報復手段。那麼莫斯科一旦決定狗急跳牆，會怎麼做呢？首先最有可能的就是最高級別的斬首行動。既然戰場上劣勢太大，那麼只能用一些見不得人的手段了，通過暗殺行動或者基因素飛彈直接癱瘓烏克蘭的指揮中樞。普丁的底褲沒剩多少，但是傳承與克格勃的影子機關還在，並且之前已經策劃了幾起暗殺行動，比如2025年7月在基輔市中心槍殺了烏國家安全局反俄情報上校。同年年底，烏克蘭抓獲了受俄羅斯聯邦安全局雇傭的職業殺手。2026年2月以來，烏克蘭接連破獲2起俄羅斯的暗殺行動。雖然烏克蘭在神秘力量的支持下避免了多起暗殺行動，但是這種事情不得不防。或者，如果莫斯科徹底放棄政治底線，不再顧及任何國際觀感，對着基輔的總統府、國防部大樓，甚至地下指揮掩體進行不計成本的飽和轟炸，企圖在肉體上直接消滅烏克蘭的高層骨幹，這種雷霆手段絕對會讓烏克蘭的指揮鏈在短時間內陷入巨大的混亂。還有一種極端情況，最近被一些專家討論，這也是全世界最害怕的噩夢：動用戰術核武。過去這2年多，俄羅斯的核威懾更像是一種政治宣傳，主要是用來嚇唬北約不要輕舉妄動。但現在情況不同了，烏軍過於英勇，肆無忌憚地往俄羅斯內陸縱深捅刀子。當常規戰爭的防線全面崩盤，莫斯科會不會在絕望之中真的按下那個紅色按鈕？哪怕只是一枚當量較小的戰術核彈，扔在烏克蘭的某個大型兵力集結地或者後勤樞紐，這不僅能在瞬間造成恐怖的死傷，更是一種想要逼迫烏克蘭和西方必須停手，否則大家一起死的恐嚇。俄羅斯真的敢走出這一步嗎？火力軍覺得斬首行動或許真的會提上日程，但如果動用核武，俄羅斯面臨的將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級孤立，哪怕是那些俄羅斯盟友也會瞬間翻臉。所以現在的烏克蘭一定要警惕俄羅斯狗急跳牆，核武不必過於擔心，因為真的發生了，烏克蘭擔心也沒用，也不屬於烏克蘭要解決的了。真正需要警惕的是特別軍事行動，烏軍高層要注意行程保密，不能再頻繁出現在公眾視野，同時也要注意內部的一些親俄分子不要把關鍵信息透露或者販賣給俄羅斯。烏克蘭勝利指日可待，千萬不要在黎明來臨之前被俄羅斯一些骯髒手段竊取勝利成果。那麼究竟發生了什麼，讓俄羅斯有可能準備這場襲擊的呢？別走開，我們來揭秘普丁炸毛的真相。最初，北約援助烏克蘭的武器一直有條紅線，絕對不允許攻擊俄本土，但並非是一成不變的。這中間一共經歷了3個階段。第一階段就是戰爭剛開打，北約為了防止局勢失控，戰爭進一步擴大定下的紅線，原武武器只能用來防禦。大家回想一下，海馬士剛送到烏克蘭手裡的那段時間，俄軍很快就摸清了這個交戰規則，他們把指揮所、大型彈藥庫直接後撤到邊境線的另一邊，這等於是在俄羅斯本土畫出了一片不受威脅的安全區。烏克蘭這邊的雷達明明看得一清二楚，手裡的海馬士射程也完全夠得着，但就是不能開火。這種狀態一直持續到24年11月，拜登政府內部放行，允許烏克蘭使用援助裝備打擊俄羅斯本土軍事目標，但是有附加條件，只能打純軍事目標，像聖彼得堡、莫斯科等這些大型城市絕不允許，而且每次打擊前需要上報美軍，得到批准後才能開始打擊。美國解禁後，英國等歐洲國家也紛紛效仿美国。隔天，烏軍的蘇24戰機就掛着風暴陰影，把庫爾斯克的俄軍營地炸成了一片火海。這也是這款重型巡弋飛彈第一次真真切切地踏上俄羅斯的大陸本土。不過在這個時間點，西方開的綠燈還只局限於純軍事設施，打的都是彈藥庫、軍營這些前線補給點。但口子一旦撕開，就再也合不上了。到了2025年底，打擊目標開始往俄羅斯的腹地和經濟命脈蔓延。
12月25日，風暴陰影直接炸了羅斯托夫的大型煉油廠，這釋放了一個非常強烈的信號，西方不再只盯着前線的庫存，而是允許摧毀俄羅斯國民經濟的核心工業了。風暴陰影持續發威，2026年3月又斷掉了布良斯克的微電子晶片廠，直接斷了 S-400 防空飞彈的零件供應。接着时間来到了现在，今年5月，萬眾矚目的 F-16戰機不僅批量交付烏克蘭，美國還同步授權了大殺器，允許 F-16 掛載 AGM-188 逆蹤巡弋飛彈，直接打擊俄羅斯內陸縱深。最終迎來了6月22日這場讓普丁暴怒的波羅涅日大爆炸。美制的 F-16 戰機，美國的逆蹤飛彈，加上英國的風暴陰影，來了一場毫不掩飾的聯合絞殺，直接把全俄羅斯最核心的飛彈晶片總廠炸成廢墟。這標誌着英美的高端空中平台和重型武器已經徹底擺脫了距離和地域的枷鎖。以前那條禁止打擊俄羅斯本土的紅線，現在已經被切得只剩下最後一條。只要你不去無差別轟炸莫斯科、聖彼得堡的平民區，其他的軍工、能源、機場、雷達全部放行。既然武器的封印已經徹底解除，那這座首當其衝被炸毀的半導體廠到底对俄軍有多致命？它究竟生產了什麼不可替代的東西，能讓俄羅斯引以為傲的防空網徹底破產？這次被砸碎的波羅涅日半導體廠到底有什麼地位，引得俄羅斯集體暴怒？有的人可能覺得打仗不就是拼坦克大炮嗎？炸個做晶片的工廠有什麼用？大家想一想，一枚造價幾百萬美金的伊斯坎德爾彈道飛彈，或者是一輛被吹上天的鎧甲防空系統，他們為什麼能打得那麼準？不是因為裡面的炸藥裝得多，而是因為飛彈的彈頭裡藏着一塊精密複雜的控制晶片，這塊晶片就是武器的大腦。如果沒有它，那枚飛彈就只是一根裝滿火藥的笨重鐵管，連能不能飛到敵人的陣地上空都成問題。而波羅涅日的這家半導體廠，正是俄羅斯軍工體系裡負責生產這些關鍵軍規元器件的核心樞紐。由於長期的國際制裁，俄羅斯要在國際市場上大批量買到軍用級的高階晶片，可以說是難如登天。他們的高精尖武器產能很大程度上只能指望國內這幾家本土半導體廠在日夜苦撐。烏克蘭這一波空襲打的不是前線那些已經造好準備發射的飛彈，而是直接砸爛了生產線上的飛彈大腦。這就是最徹底的釜底抽薪。你的前線防空部隊就算再神勇，攔截了10枚飛彈，双方兵工廠明天還能再造出20枚。但如果一枚風暴陰影飛彈過去，直接把生產導引晶片的牧場炸成一片火海，那俄羅斯未来的幾百幾千枚伊斯坎德爾飛彈，在接下來的幾個月甚至大半年內，根本連走下生產線的機會都沒有。這種直接卡死對方造血功能的戰術，比你在前線的泥巴坑裡打贏幾場拉鋸戰要划算太多了。但問題又繞回來了，波羅涅日可不是什麼貼着邊界線的邊境小鎮，它身處俄羅斯的大後方。俄羅斯軍方這幾年一直對外宣稱，自己的 S-400 防空網是銅牆鐵壁，連一隻蒼蠅都飛不進去。那為什麼這一次烏克蘭的巡弋飛彈能夠如入無人之境，直接在俄軍的眼皮底下把核心軍工廠給揚了？這就不得不撕開俄軍防空神話的一塊遮羞布了。其實這個說法並不準確，因為俄羅斯的遮羞布已經被扯下來太多了。每次大家都覺得是最後一塊，但俄羅斯還能掏出幾片葉子來遮擋。S-400 這套系統賬面上的防空數據確實很漂亮，但它有一個天生的防守盲區。當面對在高空飛行的傳統戰機和大型飛彈時， S-400 的大功率雷達能在幾百公里外就把目標死死鎖住。但這次烏克蘭丟過去的是英國給的風暴陰影，這玩意兒的外殼塗滿了逆蹤材料，在雷達熒幕上反射出來的訊號原本就小得像只麻雀。更要命的是它的突防軌跡，發射之後風暴陰影不會往高空爬升，而是直接一頭砸向地面，全程貼着樹梢，順着山谷的走勢低空飛行。地球是圓的，地表也是有起伏的，就算 S-400 的雷达功率開得再大，電磁波也只能走直線，它无法穿透厚重的山體和地平線的阻擋。這種貼地飛行的超低空突防，就等於在瞎子的死角裡瘋狂走位。等俄軍的近程雷達好不容易捕捉到了飛彈的影子時，風暴陰影早就已經殺到了軍工廠的頭頂，直接引爆彈頭了。引以為傲的防空網變成了看戲的擺設，重兵把守的核心大廠變成了冒烟的廢墟，大後方被單方面看光，甚至隨意點名的無力感才是莫斯科高層真正破防的原因。因為他們心裡比誰都清楚，波羅涅日的爆炸只是一個開頭。既然西方飞彈的封印已經徹底解開，烏克蘭也嘗到了這種斷血戰術的甜頭，他們絕對不會就此停手。就在我们解說這期節目的當下，烏克蘭軍方手裡那份醞釀已久的縱深癱瘓計劃表上，一定已經畫滿了紅圈。接下來的大網只會撒得更大更絕。那麼烏克蘭的下一個大動作會指向哪裡？在俄羅斯廣袤的後方腹地裡，到底還藏着哪些一打就痛，甚至足以讓整個國家運轉停擺的致命軟肋？既然風暴陰影的封印已經解除，那層所謂的安全罩被徹底捅破了。
烏克蘭軍方手裡的那份高價值打擊清單，絕对不可能只停留在幾座半導體廠或者兵工廠上。如果順着戰略斷血的邏輯往下推，這個計劃的核心思路非常簡單，要把俄羅斯這台龐大的戰爭機器從內部徹底肢解。而他們接下來要瞄準的是支撐一個國家運轉的3個基礎設備。首先，第一個要下手的就是骨幹發電站和國家電網。大家應該都還沒忘記，開戰以來的每一個冬天，俄軍是怎麼用飛彈和無人機把烏克蘭各大城市的電網炸得稀巴爛，讓幾千萬人在冰天雪地裡挨凍的。現在局勢反轉了，烏克蘭非常有可能會以眼還眼，以牙還牙。大家想一想，你就算保住了造飞彈的工厂，那又怎樣？現代化的軍工生產線、大型車床、精密組裝儀器，這些全都是吃電的怪獸。如果烏克蘭的巡弋飞弹直接砸碎了供應工業區的高壓變電所和大型發電廠，讓整個廠區瞬間陷入黑暗，這種損失是沒辦法靠幾台吃柴油的備用發電機去維持一條年產幾百枚飛彈的生產線的。電網一斷，軍工廠直接停擺。不僅如此，隨着供電癱瘓，大後方的供暖、通訊、社會秩序也會跟着出問題。這種把前線的痛楚直接傳遞給後方普通民眾的做法，能產生巨大的內部撕裂感。打完電力，下一步就是直插俄羅斯的錢袋子——能源與石化命脈。我們都知道，俄罗斯的血管裡流的是石油。烏克蘭之前只能用那種裝着炸藥、飛得慢吞吞的螺旋桨無人機去碰運氣偷襲俄羅斯邊境的煉油廠。即便如此，也已經把俄軍搞得焦头爛額。現在換成威力更大、打得更準的逆踪巡弋飛彈，那些大型煉油廠、戰略油庫和輸油管線在飛彈的鎖定下，簡直就是一個個巨大的火藥桶。打這些能源設施是一箭雙雕的最優解。最後還有一條看不見的死穴——核心鐵路樞紐。很多不熟悉俄軍後勤體系的人不知道，俄羅斯的軍隊本質上是一支鐵道兵。因為俄羅斯的領土實在太大了，公路基礎建設又相对落後，他們把大量的坦克、火炮、彈藥從遠東或者歐洲大後方運到前線，幾乎100%都要依賴鐵路網。如果烏克蘭利用長程武器去精準摧毀那些關鍵的鐵路調度場、火車維修中心，甚至是跨河的鐵路大橋，那畫面就會變得非常美麗。大後方堆積如山的炮彈和補給會全部塞在半路，動彈不得。前線聽得到炮聲，但就是頂不到彈藥送上来。這種切斷交通大動脈的做法，會把俄軍的後勤物流直接堵死在血管裡。斷電、斷油、斷路，這已經不再是單純的火力交換了，這是一種要把對手徹底拖垮的系統性衰竭戰術。當這種從內部引發的崩塌感傳導到前線時，任何強硬的口號都會顯得蒼白無力。所以回過頭來看這場烏羅涅日大爆炸，烏克蘭確實打出了一記乾脆利落的重拳，不僅徹底粉碎了那條荒謬的紅線，更拿到了癱瘓俄羅斯戰爭機器的主動權。但硬幣的另一面是，當烏克蘭的戰果越大，就越要提防对方在咽下最後一口氣前的垂死掙扎。戰爭打到這個階段，已經不再是簡單的武器參數比拼，而是一場在懸崖邊緣瘋狂試探的膽小鬼博弈。烏克蘭不僅要繼續精準地切斷俄羅斯的動脈，更要時刻防備這頭被逼入絕境的巨獸隨時可能發動的非理性反撲。因為歷史無數次證明，最危險的時刻往往不是在敌人最強大的時候，而是在敵人發現自己退無可退，準備掀翻整個牌桌的那一秒。好了，關於俄烏故事，今天就聊到這裡。別忘了按讚、訂閱，也歡迎在留言區留下你的看法。你認為俄羅斯會發動斬首行動嗎？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氣，就像會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